这一代人离开家乡去异乡生活，普通的上班族、互联网的博主、设计师、演员，或者是数字游民，主要都是90后、00后，当下要面对的困难是更复杂、更多样。异乡人是我2020年开始的一个长期摄影纪实的项目，大概拍摄了有100个人关于我们这一代人的状态。我拍的第一个女孩，她是一个网络女主播，她当时才19岁，才来杭州半个月，于是她就住在这个网友家里面。一个短剧的演员，平时生活在城市的边缘，一个从事音乐相关的创作者，在小酒吧兼职调酒，也有平时昼夜颠倒靠接小红书广告为生的博主，经历了失恋，在家和毛相依为命的年轻人。这个男生想要成为一名模特，工作上还没有太大的起色的时候，房东却要把他赶走，他甚至不知道下一步应该去哪里。我用胶片相机去拍摄，更纯粹的交流，更纯粹的投入在拍摄的这个当下。3、2、1。今年5月份刚搬过来，我妈反而在我在杭州时还老说你要不要定居啊，买个房什么的。反而我觉得活在当下吧，我可能没有办法考虑我半年、1年后在干嘛，但我只能确定我今天、明天、这一周、这个月在做什么。很多年轻人去了不少地方，还是找不到心安及无乡那样的状态，大家更是回不去了，是一个整个时代的投射。我祖籍是属于福建大田县，在厦门长大。我父亲他是一个医生，他觉得我干这个事情完蛋了，就以后就可能就上街要饭了。2019年第一次在国外做展览，主动联系我父亲，然后他表面上说哎呀恭喜啊，挺好的，转头就跟我妹妹讲说你以后长大不好好读书，像你哥一样。就是在这种东亚式的教育中，他对成功的单一化的那样的标准，就是对我的青春期来讲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，都在对抗。一直到我这样30几岁，我的成长经历中就是一直在流动。但是疫情的到来，我就想去一个更大城市，保证自己这个工作的稳定性吧，就来到杭州工作了。每天就是上班下班2点一线，回到家就经常失眠啊、焦虑啊、睡不着。就在某个失眠的夜晚，深夜打了一条微博，我不知道你在这里生活的是怎么样，如果你感兴趣，我愿意去拍你。收到了很多人的私信，分享大家都这么的渴望得到连接，让我感受到了生命的这种非常强烈的治愈性。有些时候我会在他们的身上得到一些共鸣，通过这样的拍摄和交流，陌生人在城市里头相遇，把我们连接在一块，然后我们又各自前行，可能也是一种慰藉。也许我会拍到2030年，不去设想未来，我就更在意去观察当下，接纳自己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一点点去做。